大家好，我们在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时，点击这里的粉色图标，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你想用的一些模型。当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下载的模型是这种样式的，它是没有这些预览图的。那么这种样式的模型多了之后，或者时间久了之后，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模型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风格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在使用这个 LoRa 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我们要使用这个干鱼这个 LoRa， 然后一般我们要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去添加它的一些就是触发词。那这个触发词一般我们就是在 C 站上边，然后搜索到这个干鱼的 LoRa， 然后就是这个，你点进去，然后这里有一个紫色的这样的一个图标，也就是它的触发词，你要点击这里进行复制，然后再回到这儿。然后进行粘贴，你是否觉得这种方式有一点麻烦呢？或者是我们在使用模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大模型或者 LoRa 的时候，对吧？然后它有一些模型进行了更新，就是有新的版本，比如说像这个 LoRa。然后干鱼的这个 LoRa，它以前的一个版本就是1.0版本的。如果你以前就是下载的这个1.0版本的，如果你没有经常去关注这个 C 站，你可能就不知道它有这个2.0版本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你要经常去关注这个 C 站，那也有点麻烦，对吧？或者是像那个 Hugging Face 这些官网之类的，你可能要经常去关注，太麻烦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插件 CVTie Helper， 它主要就是扫描所有的模型，然后在这个 CVTie 上边下载模型的信息和预览图，方便你进行模型的管理。那么提醒一下，你要使用这个插件的话，那你要保证你能访问这个 C 站，才能进行相关的一些操作哈。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安装，就是这个插件，你可以在这个 CVTie 上边，然后去搜索，就是这个插件的名字，就是这个 CVTie Helper， 然后在这里搜索它。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插件，然后呢，你点这里进行下载就可以了。然后下载好的这个插件，然后你要把它放在什么文件夹下边？就是我已经有了，我就不下载了哈。就是你要找到你的 WebUI 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找到 Extensions， 就是这个扩展，然后进去，你把你刚刚下载的那个文件放到这下边就行了，也就是这个文件 CVTie Helper， 就是这个文件，然后你放好了之后，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可以使用了。然后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的一个安装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页面来，然后点这里的扩展，从网址安装。这个地址我会就是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然后你在这里进行一个复制，然后这里进行安装就可以了。点这个安装，它也可以直接安装到那个相对应的文件夹下边。你安装好了之后，你点这里一安装，然后你找到你的这个插件，就是这个插件，然后前边确定的勾选你应用并重启，也可以使用这个插件。当然，如果你可能在这里因为网速的原因，就是说安装不下来，那你还可以怎么样？就是你把这个复制，然后在浏览器打开，然后进入这个 GitHub 这个页面，然后这里有个绿色图标，同样你也可以把这个压缩包给下下来，然后就是这里有个 download 嘛，然后你把它下下来，下载后的那个压缩包你要进行解压，解压后的文件同样都是放在这个 extensions， 然后这个文件夹下边的就是这个地方，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这个下载的这个指令，然后你复制，然后你回到你的这个就是文件夹，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 WebUI 根目录下边的 Extensions， 然后进来这个地方了之后，然后你在这里输入 PowerShell， 然后回车，它可以进入这个命令窗口，然后在这里输入 Get Clone， 然后把我们刚刚的那个指令复制粘贴过来。注意了，这个指令后边它是有一个 get 这样的一个字样的才行。然后你在这里点回车进行运行，它就会自动下载这个文件了，就是这个 CVTie Helper 这个文件。
我这里就不运行了，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嘛。这个就是这几种方式，就是4种方式的一个安装方法，就是你看你想用哪种你就用哪种，安装了之后都是重新启动你的 Web UI，然后你就有这个插件了，就是 CVTie Helper 这个插件。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插件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用的最多的其实这个扫描的板块，它是扫描我们的那个模型。这里呢是下载最大尺寸预览图，你可以勾选。这个地方是跳过成人内容预览图，然后这个地方是模型的类型，它是分为4类的。然后这4类其实它就是对应这几类，就是这4类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插件，你根据你的需求，看你需要去扫描哪类的模型，你就勾选它。然后你勾选好了之后，你点这里扫描按钮，点击了之后，可能第一次会有一点要等一会儿，就是有一点小慢。但是提醒一下，如果你点这个扫描之后，这里出现错误，那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的魔法网络出现问题，或者是出现堵塞不畅通的一个情况，你可能需要去切换一下网络。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你出现了这个字样之后，那说明你扫描就已经完成了。它会下载模型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预览图，而且它会放在对应的一个文件夹类，就是在这里。然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Web UI 目录，然后找到 Models， 然后点进去。进来之后，你可以查看你的大模型，也就是在这个 Stable Diffusion。然后这个里边，然后你如果要查看 LoRa， 就在这个里边，我们就以这个大模型为例嘛，我们就点进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大模型就已经下载好了它相对应的一个，就是说预览图了，就是这个，看到没？这个预览图是怎么来的？它其实就是在你们的 C 站上边。就比如说这个干鱼这个 LoRa， 然后它是先检索你本地的模型名字，然后下载对应的预览图。就比如说我就是下载的这个预览图，明白了吗？这个是它这个预览图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它除了这个下载这个预览图之外，它每个模型你可以看一下，它每个模型其实它还会去创建一个 JSON 文件，就是这样的。你看它后边的后缀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模型的那个文件名，就是 Septensors 这样的格式，这是 PNG， 然后这是我们的预览图，这个就是它的 JSON 文件。然后它这个文件它会保存来自 C 站所有模型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这样的，它会保存 C 站就是下载的模型信息。如果模型信息文件已经存在了，那么它下次扫描的时候将会被跳过，也就是说下次扫描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扫描这个模型了，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明白了吗？就比如说这个国风3，它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它下一次就不会再扫描这个模型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 CVTie 中找不到模型，它会建一个空的模型信息文件，就比如说像这个模型，它就是在 CVTie 上边找不到，然后它就会建立这样一个空的这个模型信息文件。比如说我们打开看一下，你就可以看一下，它就是一个空的模型信息文件了。也就是说，当你下一次扫描的时候，就是你扫描一次过后，下一次你再次扫描时，它就不会再去扫描就是见过模型信息文件的模型了。比如说你下载了一个新模型，对吧？然后你只需要单击这边，就是单击这里进行扫描，然后它就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因为它只会扫描你没有扫描过的模型，然后它其他的一些模型就已经存在这些 JSON 文件，它就不会再去扫描了，就是速度会很快，它就不会去扫描同一个模型2次，明白这个意思了吗？然后这个是这个板块，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块它到底是怎么去运用的哈，就是你扫描完了之后，建立了文件之后等等，你回到这个纹身图，然后你在这里这个地方，然后你刷新，它就有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览图了。当然你可能觉得这个预览图它有点小，对吧？它你看那上半部分可能就没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点这里的设置，然后找到这里的附加网络，这里附加网络，然后这个地方附加网络默认视图，然后你可以选择卡牌视图，
就是这个大预览图，你可以选择这个，然后你保存设置，然后你回到纹身图这里，你刷新，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就是预览图就会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很清晰了，明白了吗？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模型。还有这个模型，它是在 CVTI 上边是没有找到它相对应的一个模型信息，就是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使用这个模型，然后大家稍微等一下，就是我们这里进行了切换使用的这个模型，对吧？使用这个模型，我们在这里去生成一些图片，就是正向，然后再加上 One Girl 不符合 body 吧，然后反向，然后下边我们也可以不用去改嘛，然后我们直接点生成，大家稍微等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生成的图片，当然你也可以多生成几张，你去选一张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图片嘛。然后我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去生成了。然后你把这个图片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拖过来之后就是往下半部分，然后这里有一个用当前生成图片，然后替换预览图，你点这个，然后它就可以去替换了，你看到没？这个就是替换了这个模型的预览图，就进行了设置。同样，这个也可以进行设置，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模型它到底画出来的一个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设置也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进行模型的分类。那怎么去分类呢？我们可以点这里，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WebUI Models，然后 Stable Diffusion 这个文件夹下边，然后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取名叫古风吧。然后像这个国风3就是比较古风的，我们把它所有的一个文件信息，然后都拖进来，这个是古风的。然后我们再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叫二次元吧。然后像这个 anything 的，然后就比较二次元了。我们把 anything 所有的文件，然后全都拖到这个二次元里边来。然后我们再建一个写实的吧，像这个 chill out mix 就比较写实了。我们把这3个文件拖进来，然后我们再建一个官方，然后像这个是官方的，然后这2个也是官方的。然后这个模型我暂时先不拖进去，等会儿我有其他的用处。然后像这几个模型，然后已经是分类好了，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然后你点这里刷新，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就已经给你分类好了。这个是所有的一个模型，这个全部偶尔是一个所有的模型。然后这里是二次元的，你看写实的、古风的，然后官方的，看到没？就是这2个。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型它的一个文件，然后进行一个分类。就是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去选择，然后去管理。然后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就是还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们点到这个图，它这个字这个地方，然后呢，它会出现这4个图标。如果你没有出现这4个图标，你可以点这个符号，然后进行刷新。如果它这个地方点不动，那你就整个把这个页面都刷新一下，然后再来这里进行刷新，它就会出现这4个图标了。然后这4个图标，第一个它是刷新模型的预览图，你可以在这儿进行，就是说更新。然后这个它是在新标签页中打开模型的 CVTI 地址，比如说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它是方便我们查看模型更详细的一个信息，就是进入到 CVTI 这个页面，就是我们模型下载的这个页面。然后这里是它的信息，以及它下边这些信息，还有预览图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第2个图标，
然后这个图标呢，它是添加此模型，然后触发词的一个提示，就是点它，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它的一个触发词。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吧，因为我们刚刚有搜索这个它的一个触发词，就是干鱼的这个，然后你再看那个 CVTime 上面，然后这是干鱼，它的触发词我们复制一下，你看对不对？你看，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它的触发词。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就是添加使用这个模型它的预览图的一个提示词。就比如说这张图嘛，我们把这里清空一下，然后我们点它，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正面 tag 和负面 tag 都会自动的填写。那么这个预览图的话，如果你不在这儿使用，你可能就需要进到这个地方，然后点这里。就是它复制它的这个正面和负面的提示词了，就是这一块儿。然后这是这4个图标的一个作用，明白了吗？就是方便我们去写我们的 tag 等等之类的，方便我们去调整。然后这个 CVTime，然后它这个板块它是什么？它是用于强制将本地模型连接到 CVTime 模型。如果你转换了模型的格式，或者是对其进行了修剪，就变得不一样了嘛。然后在 CVTime 扫描的时候，就是这上边扫描的时候就查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仍然想就是连接到我们的 CVTime，那怎么办？这里你选择模型的类型，就是这个模型的类型，比如说我就选择这个checkpoint 这个模型类型，然后我们勾选这个，然后勾选了这个之后，你这里选择模型，就是你在上边扫描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些模型的它的一些内容，就是它的信息。那么你选择了这个模型之后，然后你在你的 CVTime 上边去找到你原来下载这个模型的一些信息，就找到它的信息，找到了之后，你把它的地址，比如说这里的地址，然后这个地址，然后复制粘贴过来，明白了吗？然后在这里就可以去查找这个模型的信息了。然后这个是演示一下哈。然后第3个板块，这里呢是下载模型。比如说我要下载一个模型，我这里倒退回去，然后我要下这个模型，就是我之前下好了，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要下这个模型，你把这个地址，就是 CVTime 上边把这个地址，然后复制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你点这个获取它的信息。你看这里，它就获取它的名字，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模型的类型就是 CKP， 也就是 checkpoint， 然后这个是它的子模型，然后你点这个吧，你也可以就是放到你的这个下边去，比如说你放到你的2次元下边，然后写实风格，你看你放哪个模型文件下边，比如说我就没有放，对吧？然后这里呢是模型它的一些版本，你看你要下哪种版本，比如说我就是下的这个版本，然后你再点这里 download 进行下载，因为它下载模型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它下载的模型就是这样的，就是这几个，然后它会把它的这个模型，就是这里，然后这是 Septensors， 然后这个模型文件下载下来，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预览图，它也会下载，还有所对应的一个模型信息文件，就是这个文件，还有它这里自带的 VAE， 它也会下载下来，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CVTime 这个地方，它已经说了，它是自带这个下载的时候自带了这个 VAE 的，你把它放在那个 checkpoint 旁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这块儿哈，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这个是下载，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因为太费时间了。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是检测你模型的一个新版本，就是有没有新的一个版本。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 checkpoint CKP 这个去检测，然后我们点这里，大家稍微等一等。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检测到你的这个国风3，它有新的一个版本，然后就是这个版本，你可以就是这里这个 V3.3 的这个版本，然后这里呢是我们 CVTime 的一个地址，你点进去，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这里就是
V3.3，我之前下载的是这个 V3.2的这个。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里，这个是它的 CVTI 地址嘛，然后这个呢是下载这个模型，然后它的一个文件，然后下载后的这个文件是放在我们的就是这个文件夹下边的。先找到你 Web UI 跟目录，进入 Models， 进入 Stable Diffusion， 然后你把刚刚下载的那个文件放到这里边来，然后就可以了，就可以使用这个新的 V3.3 的国风，然后模型。然后这个呢，它是直接把这个就是模型直接就下载到了我们这个文件夹这里来了，就不需要亲自再去放。然后这里是模型的一些介绍等等，这里我就不去下载了，因为还是比较费时间。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在客户端打开网页，你要进行勾选。这个地方呢，它是始终显示按钮，然后适用于触摸屏的。然后这个地方它是在缩略图模式下显示按钮，然后它是将打开或者是关闭缩略图上其他的一个按钮，你可以在这儿进行选择，这是保存设置，明白了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插件，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去整理一下你这边的模型，就是模型管理，它会方便我们去使用。然后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里边生成图片的话，是会方便很多了。今天的话分享就到这里。